走路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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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这个商场里还是有挺多好吃的，我已经好久没有进入过一个商场里边了，已经感觉到你的开心都要溢出来了，浪子，好香，幸福的味道。哎，我坐这儿吧。来，你坐这儿，坐在这儿的买单啊。坐这儿买单。好，我买单，那我坐这儿。老师你，我不会那么残忍的。好，可以吃了。哇，好，开始。卷烤鸭的手法决定你们明天考核的成绩，快。哇，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夹一块肉，再夹一个皮。他们俩认真的像做那个化学实验。哇，好美观啊！这个包的从来没有包过那么好的，让我尝一下。人真的有点像在做特级汇报。我感觉每个人来了之后都不同程度的开朗了。我想想，你们三个当时面试展现出来最自信的是谁啊？你可能是最自信的那个。啊？用自信不太准确，洒脱。哦，明白。就他特别洒脱，你就这样毫无防备的就这样裸辞了。他说啊，就很坦然。即使只是获得了实习的机会，你也会义无反顾的。义无反顾的辞职。你从小有这个梦想，确实是。这份念想一直憋在他心里，他早晚要想方设法要实现一次，否则他不甘心。那你爸你妈现在什么态度？完全不知道。悄悄，那他们啊，他爸妈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总会要知道。他现在是属于能拖一天你拖一天，是吧？对，就是我来参加这个事情，我本身是很愉悦的，我很开心。但同时，因为这个集中的赛制和这种我需要完全集中注意力的情况，我不想分心，因为我是一个会对父母的话，包括身边很亲密的人的话很在意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们说的，我现在可能我不一定会听，但是他说的那个话可能会伤到我，我就会影响我的心理状况。那肯定会的。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不要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专心的去把它做好，然后做完了之后，我就跪下道歉。那不一定，可能是大家为你一起鼓掌。可能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换了份工作。但是你不要担心，我已经找到工作了，就省掉中间那个他焦虑的啊怎么办？那你现在怎么办？怎么样？要不然你回老家吧什么 ？No， 不要。那你现在最近几天给你爸你妈打电话的时候，偷偷的，假装无事发生。就你爸你妈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我就是挺忙的，确实挺忙的，确实挺忙的。林威是最难的，林威相当于在拿自己的爱好和大家的专业在一个环境里去拼去竞争。是的，他能做到现在，其实大家想想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是从什么时候要学主持这条路的？高3的时候，我当时艺考吧，就很像是我前18年就是很循规蹈矩的这种人生里面，然后就有一个这种很离经叛道的行为。就包括我们家里的老人和长辈，他们也都很不理解，就是啊，为什么你要艺考呢？你孩子文化学得好好的。然后我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视死而归的决心，我去参加了这个艺考。因为我跟我家里约定好了，就是我就这一次机会，我要是考得好呢，哎，那就皆大欢喜；我要是考得不好呢，我也不可能再复读。你当时所有的学校都考了？我考了的，除了朗子的学校没有过，其他所有学校都过了。你是除了他的学校没过，剩下全过了？对，而且全部都是，比如说全国第1名、全省第1名，就是考什么过什么那一年。哇！所以你爸你妈也都是被你说服的？我妈妈是被我说服的，我爸爸没有。你爸没有？我爸爸非常支持我。就我家的分工是，我爸爸活着就行，就对我的要求。我
爸爸是那种，比如说他今天来四季民福吃饭，他会去人家的后厨看他们怎么做，他觉得这道菜，比如说这个和牛，他没吃过，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去后厨学，然后学了回家给我和我妈做。天哪，羡慕。所以我从小到大吃的很好。就为什么我艺考的时候，我1.6米，我120斤，我当时。他从小到大就是每一次我主持节目啊，然后上电视什么的，他特别的骄傲，他就觉得我女儿就是该出现在电视上的，所以他很支持。但我们家经济大权掌握在我妈手里，所以我妈妈有这个对我的这个人生道路的这个决定权。哎，他们什么时候在家里能看到你上镜啊？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在湖南台，然后实习，就上了那个大求真嘛。对，新闻大求真。我第一次播手，我爷爷奶给我们那个乡村父老乡亲全部打电话，全部围过来看，然后说啊，我们村第一个上电视的那个大学生，就弄阵仗弄得很大。贼骄傲。然后后来每一次回去，他们都还会说这件事情，说啊那个上电视的大学生回来，就搞得很社恐。我家也是。当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其实都很顺了，基本上都按照自己的计划全都实现了。对，但我确实其实每一步都就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走下去。你是哪年知道你爸生病了22年正好本科毕业，人生的道路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就是我在考完研之后的一天，然后我就知道我爸爸生病了。当时我们全家人瞒着我不告诉我这件事情。10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有个表姐结婚，然后其实按常理来说我肯定是要回去的，然后去参加那个婚礼，然后他们就突然就说你不要回来，专心的就读书就好了。我也没有多想，我也没有。但其实那会儿你爸已经住院了是吗？对，已经在医院里头了。是什么病啊？他是食道癌，就是正常的病人其实是在喉咙的这个地方会有一点问题。他最开始就是发现到事情不对，其实是脚这个地方，他已经走不了路了。但是我们的那个群里，我们每天都会发信息通话。当时我记得快到11、12月份，然后其实湖南下雪了，就是他拍了那个我们家小区下雪的那个雪景，然后发到那个群里。他说，那个家里下雪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就是回家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照片是他把手机然后拿给我的妈妈，然后我妈妈在我们小区的楼下，然后把那张照片拍下来，然后我爸爸的微信，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到我们的群里，让你以为是爸爸发的。对，然后我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然后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呢？考完的那天，我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考完了，然后我妈妈就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回来吧。然后我问我妈妈，我说急吗？因为我就是考研之后的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约上了一个工作了。我说我等那个再回来。她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就回来吧。她还是跟我笑着打的那个电话。我妈妈就跟我提前说，她说你到了长沙之后，你就不要回家了。她说你就在长沙就好了。我说怎么啦？她说那个你爸爸在那个医院里头。我说啊，我说你们怎么来长沙了？怎么在医院里头？她说啊，她说没事儿，就是那个脚痛风了，然后就是在医院里面稍微检查一下。然后我当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妈妈她在那个视频里面，她其实她都是笑得很开心的。然后我没有任何的怀疑，我就回去了。落地长沙之后，我说我到哪去见你们？他们说湘雅医院。我妈妈先在医院门口接了我，然后她把我带到了就是一个那种酒店式的公寓里面。然后我就说我都到这了，为什么我不先去见我爸呢？然后一进那个房间，我妈妈的那个眼泪她就夺眶而出，就是她其实前面她一直在忍，就是她一直不知道她应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应该怎么样去跟我说这个事情。然后她在之前的那个阶段里面，她其实已经，就是
隐忍了很久很久很久。他一方面所有的事情他不敢告诉我爷爷奶奶，也不敢告诉其他的人，就是他所有的情绪是他一个人在消化。但是那一刻女儿回来了，他就忍不住了，然后他就先坐在那个地方嚎大哭，坐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慌，我就说是怎么了？对，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过就是这么失控的这个时候。然后他就说生病了。是癌症，然后说治不好了，就是很只言片语的说了这几句话之后，然后我俩就坐在那个地上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就在想啊，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然后而且他们一直瞒着我，就像电影里的那种场景一样，就是他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事情。那医生给你的建议，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生存期其实就已经不超过1年了。就是没事，其实我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其实不是想把今天的饭局搞得很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开开心心的出来吃饭，对，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已经度过了我很艰难的日子，然后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平常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而且它就是让我成长。然后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然后抽空再回去看看，你工作那会儿强度大吗？挺大的，就是我除了上学之外的所有的时间，我能接多少，能排多少，我全部就给它排满。能排得多满？我没概念。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有一节课，然后他是在11点10分他下课，那我的第一场直播时间我会在12点钟开始，然后12点到4点是一班。12点到4点是中间不停的。不停4个小时，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4点钟结束之后，我就立马坐地铁或者打车，然后去我的下一个地点，然后他可能是5点钟，他可能4个小时5个小时，5点到晚上的就是10点钟再一班。有的他是在一栋楼里面，就是可能我休息半个小时10点半，然后再到凌晨的3点钟，这是我的第3班。然后结束之后，我再回学校。就是只要有找上我来，我只要在时间排得过来，就不迟到的情况下，我会全部照单全收。你的嗓子能受得了？你一天11个小时不停的说话，你说到凌晨3点的时候什么样啊？那我要赚这个钱，我就要做这个事儿，而且我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以前还是一个小女孩，爸爸妈妈的乖女儿，
然后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我要撑起这个家的人，顶梁柱。你很棒。很棒。可这就是人生啊，谁帮你写的剧本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只能翻到哪一页，就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但是你爸爸肯定会很为你骄傲的，非常骄傲。他一直很为我骄傲。唉，好沉重啊！是的，庞征啊，庞征其实在最初面试的时候提到过，艺考成绩这么好的学校科班，却一门心思扎在了直播上，把自己填满，其实就是因为家庭这段变故。就是我们可能这2期看下来，对庞征的第一印象就是强大，能干，但是看到他这段故事，你又知道他的那些强大都是在一次次，我能想象到在一次次可能崩溃中，一点点的把自己拼起来。是的，我很难想象在这些过程中，他的内心在经历什么。之前聊他做什么，他爸都会支持他。是啊，所以那个感情的厚度是很难以想象的。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做那么多事情。对，我现在就在想，好希望回到庞征从工作地点回学校那段路途中，能给他说一句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问你们个问题啊，就很现实的状况是，这个家庭一定是需要钱的，对吧？是。就即便爸爸走了，显然他们家肯定为爸爸的这个病基本上把积蓄都掏空了，否则不会当时一边上学就要一边开始挣钱了。其实这个 offer 收入可能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梦想，但是成长肯定是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所以如果一个特别需要收入的家庭，今天要来争一个未来收入可能不那么好的 offer， 你们怎么看这事儿？比如说是你，你该怎么选？我吗？我一定会去挣钱，把梦想先放下，放下。因为这个家庭真的是需要钱的。对，就是今天他如果干直播干了几年，积累了自己的粉丝，积累了经验的话，就那个有可能挣钱会来得快一点，对，对吧？今天也不存在说这个职业哪个高哪个低，你怎么选？挣钱啊，只能先解决眼前最迫切的压力，没有办法，无处可逃。是。如果是此刻这个庞征此时此刻这个情况的话，对，如果是我还是会把梦想放在前面。我觉得结果并不是重要，我觉得可能他需要的是去往这个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一些东西。至于最后的 offer 有没有拿到，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假定这个 offer 就摆在他面前了，至少他要去争取嘛，对吧？这可能是跟他的梦想想从事的职业有关系的。但是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一个能挣大钱的职业，特别是人要在上海落下来。是的，对吧？就是他的家庭显然不足以给他在上海落下来的经济支持，是，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我，还是会优先梦想。这个 offer 不至于到大富大贵，但是短暂的扎下根来，拥有一个还不错的生活，只要他能有保障的话，就每天做自己真正爱的事儿，那个感觉。再大的台风，心里都是有太阳，要不然一生都在下雨。
如果说我碰到一个新的，我能够付出我全部热情的一个选择，我会做出一些改变。因为如果说我真的是热爱这个东西，我可以为它付出我的激情，我的时间，我也不会去考虑得失，以及所谓后面的东西，只是我热爱这个东西，那我可能会愿意去尝试新的。看了庞征已经咱这第4期，我反而觉得咱们之前都说他做直播这件事情放弃了，是短暂放弃了梦想。我现在看完他这几天的表现，我觉得他在直播过程中仍然没有放弃梦想，因为你会发现他的专业能力，他的整个的一个状态，这个直播过程中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直播，但是他在各种各样的之中都在汲取他需要的养分，都在吸取他需要的，他梦想所需要的积淀。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为自己的梦想蓄力。对，我赞同。我们之前老说10000小时定律，他一天做3班就是12小时，100天就是1200小时。他在2到3年的直播的状态当中，他其实快速把这10000小时快跑完了。这就是他今天跟其他人有断层式领先的底气来源。所以其实我特别喜欢智胜和子琪你们俩的话加起来，是我今天对他的理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会确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是我们的梦想，对吧？暂时解决什么问题是我们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但事实上，所有的一切，就你在路上走过的路、踩过的坑、趟过的水，然后你自己付出过的努力，那个加起来才是你梦想的一部分。对，最后的结果反而你说他怎么选，我都支持他，怎么选都行。但是他这一路上蓄积的能力、培养的这样的一股冲劲，我觉得是这个人身上其实是永远不会被偷走的财富，特别好。是的，真的是。那刚才整个看的时候，真正在我心里最疼的那个问题是白老师问的那个问题：去挣钱还是选择陪爸？抱抱。哎，你知道，在这个节目里，我其实已经看到好几个实习生，就真的内心有那种可以勇往直前的热爱。就我其实第一次就稍微眼眶有点湿的时候，其实诗文就在那个车里，他说：“你想，此刻就有很多人在这个街上拍，然后就有我认识的人在整合新闻资源，然后那眼里就有光，你知道吗？就你热爱一样东西，其实你是挡不住的。然后你再看庞征，你看林蔚，我瞒着父母，他们也许不支持，但我得为我的热爱付出，我觉得所有的代价，就是对全力以赴，是对热爱的尊重。就是你在好多人身上都能看见，真挺好的。哎呀，每个人你都能感受到有一股命运的手在推着你，就像白老师说的，你不知道谁写的剧本，这一条命运的河流在冲刷着你。但是你看他们心里那个热爱的那个光亮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一种对抗的力量。对，就我知道你这条河就要把我往这儿推，我知道，但是我偏不。那有一个方向我要去，有一个光在召唤我。那有这股劲儿的时候，那个人的自由，那个人的味儿就体现出来了。它不是一个植物，它不是一个浮萍，它不是被冲到哪里算哪里。庞征身上、诗文身上，包括刚刚看到林蔚身上也有这样的影子。是的，我不迁就，我不屈服。哎，太好了。确实没想到如此美味的烤鸭，但是换来了一段这样过往的感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真切的或者完整的了解了庞征故事的全貌。其实有时候人说出来、哭出来，就放下了，就能更好的走出来，然后走到新的挑战中去。他们今天在台风当中都完成了踩点，这一切都是为明天真实的拍摄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看一看，正式下一站在街景、在外景拍摄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
哟，大晴天，天晴啊，蓝天白云。出太阳了，太震撼了！不下雨就算了，出太阳，没有理由了，没有理由，锦上添花了。你这样想，老天都帮咱。上车，上车。41分钟，刚刚好。哦，我们的新中式小朋友。啊，他居然把扣子扣上了。都可以，扣上比较传统复古，打开更随性潇洒一点。老师，我们会在这里开场，然后我们大概3个人，我会站在最右边的位置，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呢，我就会往这边走，我们就出话，然后镜头就跟着我走，然后我们大概会在那里有一个环节就是拍照，然后他给我拍完之后，然后我说我们找地方坐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拍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就直接咔掉，然后咔的话我会告诉你，大概的走向是往这个方向走，对，大概就这个样子。成长还是挺胸有成竹的。朗子，走。嗨，早上好。Morning。你应该很紧张吧？这么大的阵仗。我现在紧张完了。跟你们俩相比，我是不是长得太随意了？你的嘉宾呢？嘉宾在那。在那儿，他到了是不是？对，到了。我，白老师身材真好，这么帅，咋样了？老师早。老师，我们有个小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像镜头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都不用太 care， 我们就专注于内容？所谓的镜头，就是我们要跟摄影师沟通，我们要拍什么镜头呀，怎么运镜呀，怎么走呀，这些。你可以沟通啊，可以沟通。OK。这个沟通是反映出来你们对整个这个节目最终呈现效果的一种想法啊。你可以说。明白。好吗？好的，好的。没问题。来吧。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要转点？待会儿，对，你就继续你的，我们就分头行动。那我就在马路对面看你们哈。好。好。我非常紧张。放松放松，没事儿。来吧，3、2、1，走。每天熙熙攘攘的街头，藏着无数未被诉说的故事。是谁在定格这些瞬间？又是谁在讲述这些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来3位街头摄影师为我们解答这背后的答案。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这个城市最美的灵魂画手。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他们的视角，带大家看一看这座城市从清晨到傍晚的美好。哎，林薇进步好大呀！林薇挺适合做外景的，好适合，她说好舒服，真是。林薇做外景的那个状态特舒服。那么首先第1位嘉宾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让我们看看他会是谁呢？哎 ，photographer， 英语的摄影师。我们今天第1位嘉宾会跟外国人有关吗？哎，那里有一位拿着相机的外国小姐姐，我们一起去找她问问看吧。开场不错。就在前面，我们一起去问问她。Hello, excuse me, are you a photographer? 是的，是的，是的。哦，你会说中文？哎，对，可以。我叫 Alice Grace， 我是摄影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可以问一下，你是做跟摄影相关的行业？是的，你是街头摄影师？是的。那我们那么巧，要不我给你拍个照吧？可以，可以，可以。吗？好，那我要站在哪个地方？要不先在这边？可以。好，那放松，放松，自然，好，自然，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好。